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罗斯威尔。罗斯威尔事件，我们还会连续讲几期，其中涉及外星科技材料、飞碟技术、外星人访谈。上期我们说到，美国1947年罗斯威尔外星飞碟坠毁后，美军封锁消息，第一时间秘密回收了飞碟和外星人。接下来我们来揭晓，美军到底发现了哪些神奇的外星科技。美国军队撤离现场后，来到了美军基地509轰炸大队。随后，外星飞碟残骸和外星生物被拉进了一个巨大的机库里。当时处于冷战时期，为了防止外星技术被苏联获取，美军第一时间研究了飞碟残骸。档案资料显示，当灯光照在飞碟残骸上的时候，会反射出不同颜色的光芒。更为神奇的是，材料很柔软，用手用力捏的时候，或者折叠、弯曲、撕扯都不会断裂，即使用剪刀剪它的时候，也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。一旦松手，它就会立刻恢复原来的形状。另外，把它们放在放大镜下的时候，就会清楚地看到上面都是整整齐齐、一层一层的丝线。研究表明，它是金属和布料的结合体，一种具有超韧性的金属纤维。飞碟上的外星人身上银色的紧身衣，材质也类似飞碟的外壳。紧身衣找不到任何的开口和接缝，像是一体式嵌入身体，这就为外星人提供了完美的保护。另外还有一个管状型物体，能发射出红光，但是没有发现任何电源装置。当它长时间对准物体时，物体会开始冒烟，有烧焦的痕迹，类似一种切割工具，可以像外科手术设备一样切除细胞组织，也可以当做武器。还有一块很小的碎片，只有3%平方英寸，有2个外露线头，上面有大量密集的微小线路。科索说，贝尔实验室之后正是通过它研究出了晶体管。还有一条3个线头的线缆，能够传导光和电，是外星人用来传递信息的介质。一个半透明晶片可以让人看清黑暗中的物体。这是从外星人眼睛取下来的。最神奇的是一个外星人的头戴设备，类似于脑电图仪的设备，没有开关和任何的管线，两端各有一个接触点，安装在外星人头盖骨的耳朵下方。当专家把它戴到头上后，感受到了某种电磁波的影响，会有刺痛和灼伤感，同时眼睛会一直跳动。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很震惊。专家们深度研究后，发现这个设备是在外星人大脑和飞碟之间交换信息的通讯装置，可以将大脑的电脉冲信号转为飞碟可以识别的命令。也就是说，当飞碟驾驶员戴上这个头戴后，它会自动读取大脑信息，然后就可以通过大脑对飞碟进行思想控制，比如导航、启动转向和远程通讯等等。另外，军方召集了一批动力系统专家，对飞碟的动力性能进行了研究。专家们研究飞碟结构后，一开始没有发现有人类传统意义上的动力推进系统和控制系统，也没有任何燃料储存设备。最后深入研究表明，飞碟不是在空间上的飞行，而是时空上的跳跃前进。前几期我们说的51区，鲍勃拉扎也解释了相同的飞碟原理。这架飞碟是靠电磁波来产生重力场，通过改变飞碟周围的电磁空间来快速移动。宇宙中磁场无处不在，利用这种天然的电磁力作为能源，可谓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当飞碟在地球的重力环境下，可以获得逃逸速度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7000英里以上，并且飞碟内部的成员不会受飞行过程中的巨大重力加速度的影响。同时，专家判断飞碟意外坠毁的原因是当天雷暴天气的干扰，密集的闪电破坏了飞碟的电磁环境。报告结论上说，这些生物不是我们认知上的驾驶飞碟，而是成为了飞碟的一部分，以大脑指令的方式驾驭飞碟。而这项技术对于现在的人类科技来说都太超前了，更何况是在1947年。科索爆料说，美国的外星技术逆向工程，使得美国工业科技得到快速的发展。其中最能代表外星科技的是在短短1年的时间内，突然就有了领先世界其他国家几十年的高性能战斗机。另外，机库里面摆放着几个特制的金属箱，它们是用来密封外星生物的尸体，并且被灌上了淡蓝色的特制防腐剂，等待进一步的研究。那么美国军方在外星生物身上还发现了哪些冲击人类认知的信息呢？下一期我们继续来揭晓答案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
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，记得关注我们，长按点赞也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视频。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